庄主，怎么办呢？包大人到登州了，这下可坏了。他来了又如何呀？啊？程大人，有必要这么慌张吗？庄主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包大人是出了名的断案如神、嫉恶如仇啊！只要是他想查的，登州的情形，他就一定能查得个一清二楚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你不是说他到登州来是视察海防军务吗？怎么又会留下管我们的事了？可是皇上也让他查登州的州政啊。再说唐真又是他的门生，他一定会把他知道所有的事儿都告诉包大人的。哼，要是唐真不能活着说话呢？啊，庄主。在前2任通判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在这新任通判身上又发生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难怪唐真今天没来州衙。那你们是昨天晚上？这你就别管了。总之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包拯只能发现唐真突然疾病身亡，查不到你头上。可他身边还有展云，有管家，还有书童。程元，让你不必担心，你怎么这么畏首畏尾的？可是，好吧，包拯就算起了疑心，又如何？他只不过是朝中的3品知府，朝中的王公大臣我见得多了，拿我好处的不计其数。哼，包拯，他斗不过我。庄主，您当然不用顾忌他了。可我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又是他的下属，我要是被他盯上了，那是绝无活路的呀。哎，嘿嘿。你亲娘舅不是庞太师吗？再加上一个在宫中受宠的表妹，他敢动你？哎呀，包大人向来是不卖人情的。再说这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，所以还请庄主多多照顾。你我合作多年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啊，你放心吧。多谢庄主。下官还得尽快赶回州衙。这唐真出了事儿，包大人一定会来州衙找下官。如果给他知道我在您这儿，那就麻烦了。去吧。哎，不过你可千万记住，一定不能慌乱。否则，我可管不了你。是，下官一定小心从事。下官告退了。成不了大事。我知道展云是什么人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展昭也来到了登州。展昭有个妹妹，虽然人不在江湖，却有一身好武功。现在看来，可以确定，展云就是展昭的妹妹。这么说，包拯是有备而来。对付展昭，你有多大把握？没有把握。什么？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证，不会让他伤害你。不，包拯动不了我。对他而言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殷实的商人。如果他盯上程元呢？真到那个时候，那就靠你了。我不能让程元活着把我给出卖了。哼！
可恶！官商勾结，竟然明目张胆到这个地步。我去偷四海钱庄的账册，就是想找出他们的罪证。看来，如今他们有所防备。真的账册早已经藏起来了，假的账册是用来应付你们的。无论是吴英散，还是展云所说，他身边那位高手，都足以证明有江湖人介入。只是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何方人马。展姑娘，那徐谦可是原定今日邀约退休的官员前来府邸。没错，是唐真说的。那徐谦虽不曾与本府共事，但本府却也曾耳闻其人，的确是直言敢谏、颇具风骨的朝中前辈呀。要不要请他来见包大人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此时不宜让他们前来，必须立刻通知徐谦暂缓来府，以免让成员起下疑心。好，我这就去叫雨竹通知他。大婶儿，大婶儿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家大门怎么锁上了？你找谁呀？我找一位徐谦，徐老先生。他死了。啊？不可能啊！我前天还见过他。昨天晚上死的。他怎么死的？不知道，尸体现在还在衙门里呢。哦，他怎么会突然身亡？不知道，包大人要不要去州衙看看？此事太过蹊跷。徐谦前夜才与你们一同前去搜查成员的藏粮处，昨夜却又离奇身亡，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，又岂能不查？大人，唐真的情形，陈元势必会问，该如何应付？他们如果知道唐真没有死，一定会再下毒手。倘若他们认为唐真必死无疑呢？那就让他们莫测高深。成员李坤胆大妄为，自认为能够一手遮天，本府却偏要让他们认罪伏法，无所遁形。包大人可否安排妥当？不错。不过，你这登州通判的官邸，竟然如此宽敞华丽，倒是出乎本府的意料之外呀。登州在下官多年苦心经营之下，上称富庶。通判既是皇上亲判，下官认为理当多表尊重，绝非下官崇尚奢华，请包大人明鉴。本府只是随口说说，你无需多做解释。啊，不知唐大人病体可否安泰？公孙先生精通医理，正在为他诊治。敢问公孙先生，唐大人身染何病啊？说来惭愧，学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病，所以只能以金针过穴之术，暂时止住他的病情，却一时无法治愈。那唐大人现在的情形，一直在昏迷之中，连大人来到登州他都不知道，学生也不敢确认。
他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？但愿唐大人早日康复，吉人天下。本府去而复返，是想向陈大人打听件事。下官洗耳恭听。本府有位昔日同僚，也是旧友，告老退隐之后，就定居在这登州。只是多年未见，又未通音讯，不知陈大人是否认得？这登州的确有多位退休的京官，不知包大人所指的是哪一位？此人姓徐，名谦，曾任右司谏之职。啊，他？怎么，陈大人认得他？哎，包大人来晚了一步。徐大人昨夜突然身亡。哦，竟有此事，怎会如此不巧啊？徐大人的遗体正在殓房，只因他并无亲眷，下官正准备将他火化。多年未见，怎奈如今却已凋零。可曾查出他的死因为何？只知道是无疾而终。哦，竟然连他是如何死的都无人知晓吗？大人，学生前去验看一下，也好解大人心中之疑。公孙先生去看看也好。不知程大人是否允许？不敢不敢，下官立刻派仵作陪公孙先生一同前去。请。有劳两位。验尸单给我看看。好。寿终正寝。是。大人，他无疾而亡，没有痛苦，也算是他的福气。只可惜徐大人无亲无眷，连个扶丧送终之人都没有。难得他一世清明的。程大人，请代为安排后葬，一切花费由本府支付。不劳包大人费心。徐大人虽说清寒，却还留有房地，下官安排州衙高价收购。相信殡葬开支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也好，程大人费心了，下官理当效劳。虽然老友无缘相见，不过既然来到登州，本府职责所在，不妨看看你的政绩。明日起就有劳程大人了。是。下官随时恭候包大人视察。徐大人的后事，你全仰仗你了。是，请包大人尽管放心。雨竹，长公子，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替少爷担心呢。
不用担心，公孙先生说毒已经排出来了，等到他晚上醒过来就没事了。公孙先生的话可靠吗？你放心，他的医术高明得很，他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。现在你可以不用担心了吧？还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少爷才来登州3天就给人下毒，他要是在这里待上3年，岂不是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的？这一点你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包大人现在已经到登州来了，他一定会把程元还有李坤那些坏人都依法治罪。到那时候啊，登州就只有好人没有坏人。你家少爷别说在这儿待上3年了，就算待上10年8年也没有问题。包大人真能把他们治罪吗？当然行。那包大人应该早点来，少爷既不会被下毒，那些坏人也不会继续做坏事了。喂，你说这话的意思好像是我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哎，长公子，我可没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哎，长公子，既然包大人已经来了，为什么你还做男装打扮？你什么时候变回展姑娘？我就愿意做展公子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！这哪像是展公子，分明就是个姑娘嘛！包大人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吧？这传说把他传得也太深了，害得我一直提心吊胆。徐谦的死，他没有查出任何问题；唐真的情形，他也没搞清楚，反而要查登州的政绩。这些平日里我早已准备妥当，任何人来查，我都不怕。既然这样，岂不是更好？大人您就不必担心他在登州找大人的麻烦了。说得对，即使他留在登州不走，我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对了，花点银子，把徐谦的丧事办得体面一些。既然包大人在乎他，我们就让包大人满意。大人，把银子花在一个死人身上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哎，你懂什么？这叫花小钱去大分。徐谦那破房子破地，虽然不值几个钱，可折价收购，办完丧事还是有些利润的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谨守岗位，不得擅离，更不得喧哗。如果吵到唐大人，唯你们是问。是。有劳各位了。老管家别客气，有事立即叫他们通知。是，请。生谁的气呢？生我自己的气。大哥，我是不是又闯祸了？你自己说的。是我出的主意要查钱庄的账簿，也是我把账簿偷回来给唐真的。他会中毒，完全是因为我太自以为是。其实你的判断并没有错，这也是找出程元有没有贪毒的最好办法。只不过对方太过卑鄙，在账簿上下毒，也不能完全怪你。不，
我应该等你们到了登州才开始采取行动。包大人一定会判断得更正确，公孙先生一定会想出更好的计策。你更不会像我一样，笨得直接落入他们的圈套。你也不用太过自责。大哥，你知道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吗？我想我根本不应该到登州来。我以为大哥能够帮包大人办案，我也行。其实我根本就做不到。包大人说的没有错，官府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。我该听大哥的话回家，我马上就走。等一等，江湖经验不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刚跟随大人的时候，也常常犯错，那又如何呢？只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那就行了。你是我们家里最聪明的，我能做到的，你也一定能做到。大哥，你不要我回家去。至少把登州的事情做完才能回去。我们展家的人不会那么容易被击败，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退缩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展家的人失望的。我一定要让程元还有李坤这些坏蛋都得到报应。那才像是我的刁蛮妹妹吗？大哥，你这是在骂我还是夸我啊？当然是夸你了。告诉你吧，包大人让我把铸造假钱案的事情告诉你，让你也可以参与此案。哦？你下的毒是不是有问题？不可能啊！我家的无影伞是从来没出过差错的。可程元他说，唐真一直昏迷不醒，根本就没有丧命。也许是他们误打误撞，延缓了药效。唐真如果醒来说出了一切，难免包拯不会查到你的头上。到时候，我恐怕也要受到牵连。这个庄主放心，程元的人随时去大探前线。程元的人，早就被赶出了通判府。怎么打探？啊？那我再想办法派人混进去打听。不管怎么做，只要别让唐真成为我们的致命伤害就好。是。哼。没想到，那徐谦竟然是中毒而死。公孙先生又是如何查得的？大人，学生在他的颈项之间发现了跟唐真完全一样的淡红痕迹，可以确认是无影伞之毒。公孙先生，为何不当场质问程元呢？无影伞之毒，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听过，而且此时徐谦体内已经没有余毒，无从证实他是中毒而死。就算能够证实是中毒，却也不能据此指证程元或是他的下属就是施毒之人。与其提出质疑，让他有所警惕，不如暂不揭露，让他莫测高深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怎么可以把徐谦的死算到他们头上呢？就目前所知，程元所犯下的罪行已经不胜枚举。只要能够找到具体的证据，他同样难逃法网。届时，徐谦之死，不愁他不招供。
我猜前任通判陆心，甚至更前任的通判，应该也是他们下的毒手。所谓得疾病而死，一定也是被无影伞毒死的。的确有此可能。公孙先生，那无影伞虽然出自天竺，然而可曾在中原有人用过？这些并无记载，学生就不知道了。无影伞在江湖上曾经有一个传言，当年大理国段氏王朝从天竺引进了无影伞，用以毒杀朝中的叛臣。后来被一个家奴偷出宫外，辗转流到中原。无影伞在江湖上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，可是因为太过歹毒，被江湖中人不耻群起攻之，后来就销声匿迹了。这个传闻在下从来没有听过，也没有在任何记载中见过。此事既然流传于江湖，又岂会记载于书册呢？大哥，你说的是不是大理段家？不错，传言是这么说的。段武？段武是谁？银沟赌坊的老板，他也是李坤的手下。既然他也姓段，会不会是段氏家奴的传人呢？若是如此，就说得通了。一切都在程元与李坤的勾结之下所产生。想不到小小的登州，竟然会有如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。大人为何不直接要求程元也去看湘军？假钱是从他们那里发出去的，还有，也有可能就是利用湘军在登州铸造的。大人为何反而要去看他的政绩？詹护卫莫要忘记，程元本人就可能涉入伪币一案。只要提及湘军，恐怕就会让他有所戒心，那岂不是适得其反？那可是如果不看湘军，又怎么知道他涉嫌奇案呢？大人，登州的军务包含了湘军，大人是打算不动声色，从勘察政绩，转而去了解湘军的实际情形。不错，从湘军的配置，就可以查出是否具有铸造假钱的能力。除此而外，或许也能对程元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看出一些端倪。怎么了？少爷，你中毒了，是公孙先生救了你。包大人他们来了。不错，幸亏展姑娘阻止了毒性运行，否则只怕你已经魂断九泉了。是。哎，唐大人，余毒方除，不宜乱动，快躺下吧。本是可知登州的情形。本府已然知晓，你所中之毒也与之有关。原来我是被人下毒。是四海钱庄的账册上被涂了毒。
如此，你且安心休养，待本案稍有进展，本府自会向你说明清楚。本生惭愧。你何愧之有？人生身为登州通判，非但不能查明登州弊案，反而险遭毒手。如今更让恩师亲自操劳，岂不惭愧？不，你无需自责。奸人狡诈难防，本府亲自查案，也未必便能查得水落石出。你且稍安勿躁，静待结果。是。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唐真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。我们晚上摸进去，千万不可以！你们都吃过展云的苦头，难道都忘了？包大人随行的能人，恐怕还不止他一个。硬闯不是办法，得想个办法找理由混进去打听。记住，千万别给我露馅了！就是打死你们，都不能说是我银钩赌疯的人，否则我绝饶不了你们。听见没有？是。唐真虽已无碍，然而为掩奸人之耳目，暂时还是不要让他公开露面。是，学生明白。登州的弊案恐怕不止一桩，千头万绪之中，必须一一循线追查，方能够真相大白呀。大人。程元和李坤官商勾结，在登州犯下了不少坏事，都要一一查探，恐怕要费不少时日啊。别说是唐真了，派谁来登州担任通判，恐怕都会因为程元还有李坤的勾结而找不到追查弊案的线索。所以我们必须分头并进，一旦时机成熟之后，方可将他们一举澄清。大人明日前去登州之时，学生会将湘军的情形查明清楚，以便循线追查湘军所发出去的假铜钱。我去查赌场、钱庄还有迎宾楼，凡是李坤的产业，可能都会有问题，而且也是找到证据的好地方。不，从吴影散到李坤身边的刀客判断，他身边一定有江湖人，还是我去比较合适。哎呀，我比大哥早来几天，那些地方我都去过，当然是我去比较合适啊。正因为展姑娘去过，反而不合适。为什么？他们都知道你是和唐真一起来的，自然会对你有所防范。展护卫却只与程元见过，其他人并不认得，人在暗处，不容易引人注意。好吧。不过大哥可得查出点眉目来才行，不然以后就别和我抢活干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此外，徐谦虽已不幸遭害，依然可以由那些退休的官员或者乡民百姓身上查出线索，或许能够有意外的收获呀。是，学生会设法与他们接触。那我呢？我要做什么？展姑娘就留在府中保护唐真的安全。
虽然说张龙、赵虎都在此，但若有武功高强的江湖人潜入府中，还是会发现他业已去毒，而对他再下毒手。啊，那包大人就不需要人保护了吗？明日只去州衙，又有王朝马汉随行，安全无虞。对了，还有唐真，他是登州的通判，总不能让他装中毒一直躲着吧？不要急，此事瞒不了多久。一旦他被发现并未中毒，那才是他开始查案之时。到那个时候，再让他多加磨练吧。对，不然他就白来登州了。站住！这2个人不是我们人，怎么能让他们进来？我们是粮铺运米的。把米留下，你们在衙门外等候。可是，放心，不会少了你们的米钱，还不快走！是。派个人过去，看着他们出去。是。以后任何人不得入府，东西送到门口，我们自己人运进来。是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真的不准我出去。为了不惊动他们，最好还是忍耐一阵子。这分明都是我的职责，却偏偏只能袖手旁观，无所作为。你不要心急，大人说了会有机会让你参与其中的。那就好。公孙先生，谢谢。展姑娘。哎，玉珠啊，你怎么不叫我展公子了？你本来不就是姑娘吗？可是我现在扮的是男装啊，哪有这样的姑娘？可是，是啊，展姑娘，现在你可以恢复女装了。不要，这2天穿习惯了，换回来反而别扭。玉珠啊，请唐管家来一下。哦，是。公孙先生有事找唐福。啊，要麻烦他跑一趟。唐大人，原本徐谦要带几位退休的前辈官员来跟您见面，是不是？这么一位忠心耿耿的老先生，竟然被他们狠心毒害。你放心，他们逃不掉的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替他报仇了。但愿如此。公孙先生找我，替徐谦徐大人来府中传话之恩，你可记得？当然记得。为了方便他和少爷联络，我还记下了他的住处。好极了，那麻烦你跑一趟。好。公孙先生要请他们到府中？不，他们不能来。想必现在程元一定盯住了府邸。徐谦之死，就是前车之鉴。那唐福去找他们，所谓何事？我是想请唐福邀他们去一处能避人耳目的地方。从州衙回来之后，我再出府去见他们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我立刻就去。你不要太失望，你一定有机会出力的。只怕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不可能，你绝对行，连我都对你有信心，你怎么可以对自己没有信心呢？
真的认为我有这个能力？当然。好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尽力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我和展云都不陪着大人去州衙，难道真的没有问题？大人坚持如此，而且现在他们应该还不会防着大人，所以更不可能会有加害的意图。可是以后就很难说了，而且去查湘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跟着去才行。展姑娘说的没错，我会提醒大人，至少要你们一人陪着前去。展云，你说李逵身边那个刀客，你可曾看出他的路数？没看出来，不过他的确不错。很难听到你夸别人的武功不差，我倒想跟他会了，试试他的刀法，或许可以从中摸出他的底细。你现在就要去吗？不，现在还不能惊动李逵。我到外面转转，顶多探探段武吧。你说什么？混进去又被轰出来了？是。没想到他们戒备会这么严。算了，你们不要再去打听了。我就不信，唐真能够在我的无影伞之下活得了命。去，叫他们准备开门做买卖。是。来这么早干什么？还没开始呢。段老板在吗？谁找我啊？我。哦。你面生的很，我们在哪儿见过吗？没见过。那你找段某有事儿？找段老板打听一点事儿。你是什么人？江湖人。原来是江湖朋友，那就好办了。段某对江湖朋友一向大方，说吧，是不是缺少盘缠了？想要多少啊？段老板的确豪爽大方，可在下不缺盘缠，只想跟你打探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大理段家逃奴。你怎么？你知道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先不要管我是什么人，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茬的，可惜你找错了地方。是。把他给我轰出去。是。那么长，怪不得要用无影伞。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我跟你说了，我要打听大理段家逃奴的事。段某早已离开江湖多年，就算过去跟你结过什么梁子，也该一笔勾销了吧？你有没有离开江湖，我管不着。要是你还在用无影伞，我要替江湖朋友讨个公道。没有，我没有再用过无影伞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那就好。要是我发现你还在用无影伞，我还会来找你。老板，去，走开！这个人，哎，去，没你们什么事？去！是。登州的财政赋税的确记载得清楚明白，账目与库存也完全相符。程大人做得很好。
谢包大人夸奖。本府就看到此处，明日再来。包大人，不知包大人想查看哪几个部门，下官也好预先做个准备。哦，若是未做准备，难道就经不起本府查看吗？不，下官自问经得起查。好，本府颇为欣赏你的自信。那么明日，本府就随机抽查，如何？是，下官随时备查。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